大家好，我是云飞。之前给大家一起横评了多款升降桌，非常受大家的欢迎。在双11期间，还蛮多人从我整理的链接里面购买了，这着实是给予了我极大的鼓励。我最近发现了一款非常不错的升降桌——普格瑞斯星空 Z5 电竞桌，它有着一些非常独特的点，可以解决我在日常生活工作中遇到的一些痛点，也希望可以分享给你们。所以点赞收藏，支持一下呗。我们开始。首先，我们选购了它之后，不需要有任何的安装压力，送货入库，师傅上门安装。不需要担心其他的，我们只需要等待安装，然后就是把自己的电脑放入即可。整个安装过程在30分钟左右，师傅会调试好，并且告诉你如何操作。我选择的这款是1.6米乘以0.8米的，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种大桌面的感觉，空间大，可以调整的位置也多。组装好的第一时间就可以感受到和此前升降桌不一样的感觉，沉稳。这在安装的时候，我拿那个桌脚就发现了。我问安装师傅，师傅也说这个确实会比平常的要更厚重一些。25毫米厚度的桌板，静电喷涂工艺，定位走的是电竞风格，但却出奇的沉稳，在灯光下会有点点细洒，摸上去是磨砂的那种感觉。整个桌面的前端是 U 型的，在工作的时候，我个人是喜欢往前贴一点。而这种设计不仅给我们一个专属的位置，在桌面上还比直直的那种桌面多出一大块的区域，用过的都知道这很香，到时候我就迫不及待的用上了。除了接下来我要介绍的一些特别功能，还有一个非常容易被大家忽视的点，我做了那么多天，居然没有闻到气味，这简直就像是家里用了好多年的那张桌子一样，简直了！我还特意凑近闻，绝了，无色无味，没有异味。果然不愧是宣传零甲醛示范零异味，这点真的非常舒服。接下来就是它的特色功能，我们来到桌面的底部，安装的时候它有理线槽，直接就可以把升降桌的一些线材整一个的收纳住，一根线解决所有连接线的问题。底部有2个3孔的插口，一个给升降电机，一个给我们额外的排沙预留。这底部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个模块呢？我们来到正面，右上角理线口有一个电源小灯。是的，你没有猜错，直接把手机放上去就可以无线充电了，是不是还挺赞的呢？但这还不足以称之为绝活，按下去，直接气动排插，4个5孔插座，一般情况下就不需要我们额外的再接插排了。用上了升降桌得优雅安全。除了这，我们还有每天都会用到的升降控制器，星空 Z5 这块也是别出心裁，直接就是键盘控制。看到这个设计，是不是还挺有意思的？机械键盘的即视感，忍不住要来开个 RGB 提升性能。按下去还真就有 RGB， 而且桌面的后面还有一条RGB 的灯带，可以直接使用控制器进行调光和控制，这点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点了。我一会儿再说我为什么喜欢它，并且觉得要买下它。在聊灯光之前，我们先来看看升降桌最重要的一个点——升降功能，主要是针对它电机做一定性能的测试。这款电机是节仓电机，也算是电机行业里面的龙头了，不管是升降的速度、平顺性还是称重都非常不错，大家可以一起来感受一下。我们来实时的收听一下它从下降到上升，它一个速度和噪音的情况。这是下降，然后我们再来上升。然后稳定性的话，刚才大家看到了啊，这样测显然没有什么挑战性，我们直接上强度。它的最大承重是200千克，我们直接上2个人吧，来看看它的表现。现在是我们2个人的一个体重，我是70多千克，它是75千克，然后我们加起来差不多140多公斤啊。那我们来看一看它电机的表现和噪音的一个表现。不要动，哥。我们现在重新来一下。其实刚才我们就可以看它这个脚稍微动一动，它就已经检测到了咱们重量有变化啊。可以哦，有。好，我们现在来下降。整体还是非常平稳的，手机就放在这儿。
真的非常夸张。我们2个成年人的体重上去，也就是电机声音稍微大那么一点点，而且速度保持了稳定。我还记得上次我们测的一款产品，电机声音和速度都直接砍半了。大家感觉出来了吗？就它这个明显升降的这个力度，还有这个声音，都已经有了变化。普格瑞斯星空 Z5 电竞桌是真的挺牛的，而且在升高之后，桌面依然保持稳定，这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比较厚重桌腿的功劳。查了一下，官方说这是冷轧碳素钢，比普通的桌腿强度要更高，还要更稳。Z5 的最低高度是60厘米，最高可以升到125厘米，在稳定的同时，满足了绝大部分用户高度需求。控制器可以设置2档高度记忆，这属于是站姿和坐姿了。但最关键的安全测试，我们肯定是记得的，不管是上升还是下降，遇到阻碍或者说发生变动，都可以及时的检测到，并且还会往反方向回退一定的距离，而且可以自己设置遇到阻尼回退的灵敏度，是挺稳妥的。它也配备了儿童锁的功能，长按 M 键8秒之后出现 LOC 之后，控制器就无法进行任何的操作了，需要解除重复操作即可。稳定升降的高度合适，外观也好。那么这个 RGB 的表现它怎么样呢？它有7个灯光档位，我来给大家演示一遍。接下来我来为大家演示它 RGB 灯光的一个表现。R0 它就是单色没有背光 ，R1 它就是单色背光，然后同时我们长按这个上下键可以无极的调整它这个 RGB。当我们调整好了之后，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蓝色，我们觉得 OK， 我们点击 M 确认，然后它就是固定整个灯光。R2 它是一个渐变，你看背后它是有渐变的，然后同时它是一个单色渐变所以就不需要调整，同样是需要确认 M 键确认。第3个是单色渐变，单色渐变的话，它同样调整的话，还是长按上下就可以进行无极的一个调整，调整到自己喜欢的颜色，我们直接点按。R4 它是一个变色的呼吸。R5 它是单个按键常亮，单个按键就是后面没有背光，但是按键处它是有光的。R6 它是周围渐变，多个按键亮灯，看到了吧？ R7 它就是一个彩虹渐变，整个还是非常丰富的。这个 RGB 可谓是诚意十足了，而且我作为摄影师可以告诉你，灯带的质量是很不错的，可以满足拍摄的需求，没有频闪。不过这个操作说实在的，一开始到手需要一定的时间适应，需要看说明书使用。一开始大家都不知道如何操作，我觉得后期的产品可以优化这一块的逻辑，尽量搞得更加简单一点。不过熟悉了也还可以，调整起来也挺快的。这个 RGB 自调就太舒服了。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在日常工作使用中的效果。一般的话，我是调整好自己合适的高度，设置好坐姿的高度、站姿的高度即可。当然，最好的是站坐交替，自己设定一个时间。我一般站姿设置的是120厘米，坐姿是80厘米。我给大家看一下各自高度我的使用情况。一般我在工作的时候都会调一个偏暖一点的单色氛围灯，在游戏的时候我一般是手柄打。桌面会继续调到80多，然后椅子平躺，这个时候就会开渐变或者呼吸，这个氛围感一上来简直了。升降桌给我们最大的益处就是可以调节桌面的高度，缓解我们的背部酸痛。当然，你得经常切换高度来调整自己的工作姿态。除此之外，我还发现了一个特别适合我的点，因为它有高质量的灯光，而且可以调 RGB， 还可以调整高度。对于我来说，这简直就是我的梦中拍摄琴桌。所以在它到手的这段时间里面，我除了工作游戏，其实用的最多的是把它作为拍摄桌。最近拍摄的片子里面，其实有很多室内的拍摄都是用它来完成的，这个简直是绝了，直接就省了氛围灯的布置，而且它的这个灯光打在背后的墙上还挺均匀的，背部的纹理也很高级，灯光一开，一些小细长，既高级又不喧宾夺主。建议想买摄像桌的摄影师们可以搞一张带回去试试，这真的很香。想想买个灯就差不多这个价了，这还白送一张稳重的摄像桌，
这简直是绝了。总的来说，普格瑞斯星空 Z5 电竞桌在稳定可靠的坚持基础上，有着非常不错的氛围感表现，不论是打游戏还是日常工作都是非常可靠的，可以电竞又可以作为普通的工作台，可张扬同时又可低调，好看、设计精良、稳定，就目前的体验来说，是真的不可多得的优秀产品。然后就是价格会比之前的稍微贵一点，但我觉得物有所值，买了不会后悔。非要挑一点缺点的话，需要改进的点就是可以在下面加一个附加的理线槽，可以用于放置额外的排插啥的，毕竟真正的日常使用的桌面还是比较复杂的，担心的也比较多。希望可以在后续的产品中加上，当然我们也可以自己搞定。目前简洁的样子也是深得我心，预算足够的强烈推荐。希望我的这些视频可以帮助大家了解目前神养桌市场，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记得多多支持。我是云飞，最后的最后记得点赞收藏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